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昨天呢，市场可太刺激了，特朗普突然宣布对所有钢铝进口加征25%关税，结果美股不仅没崩，纳斯达克反而涨近1%，Meta 内飞创新高，中概股更是一飞冲天。这背后是 AI 革命的免疫力，还是资金在豪赌政策利空出尽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纳指、微软、Meta 的走势密码。结尾呢还有独家的预判，别走开哦！建议大家点订阅，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纳指昨天收涨0.98%至19714点，距离2万点大关仅一步之遥。尽管特朗普关税政策引发市场担忧，但科技股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英伟达涨了2.9%，亚马逊涨1.7%，Meta 和微软等巨头集体收红。那分析师认为，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关税消息，而 AI 主题的爆发式增长也成为了核心的驱动力。那高盛指出 ，AI 技术正从硬件转向软件应用层，软件巨头的盈利前景被大幅调高，支撑了科技股的估值。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么昨天我们针对上周的纳指的走势呢，做出了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么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只针对昨天收出的一根小阳线来看。那么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阳线，它还是存在于整个的箱体震荡过程中。那么它的高点是没有过掉上个星期五的高点的，所以它的振幅实际上是比较小的。那么刚刚我们说，如果说纳指它在这个位置，如果它会回到19500的下方，那么就是这条黄线的位置，那或者说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企稳，那么我们就紧盯着纳指的走势。那么本周它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止跌上升呢？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那 Lucy 把本周的高点与前期的高点呢连线，我们可以发现在近期的一个震荡的过程中，它是出现了一个窄幅的旗形整理。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低点连线是有一个下边界的一个参考。那在这个过程中，目前指数还是在一个箱体当中运行。所以呢，纳指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纳指的 MACD 走势，实际上在我们画的旗形的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个黄金缠绕的一个图形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说纳指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红角线，红色的柱子呢有微微的出现，但是随即经过一天的拉升，它的红角线就已经收回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指数的话是面临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就要从其他的成分股的走势来去分析。那么这个是纳指，这里 Lucy 用到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标准来给大家讲解的。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订阅粉丝们， Lucy 准备了2025年的开年小礼物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3金共振战法，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实时变化。另外呢，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内部的直播教学，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们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哟。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到了。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微软，微软涨0.6%，表现的相对温和。虽然云业务持续受益于 AI 算力的需求，但是法国垄断机构对必应搜索的调查可能带来短期的一些压力。不过微软与 OpenAI 的合作深化，以及 DeepSeek R1 大模型的云端部署，为其长期 AI 生态注入强心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的走势。那么这张图表呢是微软的日线走势图。那为什么会从21年的一个走势来去看？我们发现最近微软的走势呢实际上是非常纠结的。
它的走势可以圈定为在这两条黄色的虚线当中。所以可以看到，如果说线段画出来的话，它实际上是在一个上升的平行通道中运行。所以说每一次的高点呢，会在这个上行的平行线中出现拐点。那么最近的是这一根，那么下行的话是在共振的这个位置出现几次，1、2、3、4、5。所以目前我们的股价来到410元附近的话，刚刚好是在下行的平行线过程中。所以我们昨天看，其实微软呢，它的走势还是微微的收了一个小阳线。所以那我们再把这个区间画出来，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晰了。那我们再来具体的看一下日线的走势图放大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根线还是参考有效的。那么股价来到了这根线的下方之后，就会出现一根反弹的阴线。那么股价是由跌转升的。那么我们再来参考一下 MACD。那 Lucy 的独家的 MACD 的参数呢，是与正常软件里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近期它的 MACD 呢是有出现了红色柱子的缩短。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它还处于通道线的当中。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每一次的过程中是否在这个通道线之后就出现了一轮拉升。那么目前它在这个位置还是有效的一个支撑的话，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后续的阳线，那我们就认为这个点支撑是有效的。那么后续我们还可以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那么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指标对微软的走势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知道，除开看 MACD 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能量潮指标。那么目前呢，它在一个上行的平行线中运行，但是能量潮呢，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线是在上方的压制。所以说它如果能突破上行的边界的话，这个能量潮会沿着这个方向白线一直上行。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再等一根 K 线，它如果能出现这种金叉，包括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阳线的上行的话，或许这里是一个低位的一个加仓的点。那么这个是微软的一个判断。Meta 再创收盘新高，涨0.4%，短视频广告收入增长超预期。AI 推荐算法提升变现效率，而自研的 AI 芯片降低对英伟达依赖的战略获市场认可。扎克伯格透露 ，Meta 的 AI 代理已进入企业级应用测试，未来或成新的增长极。Meta 的走势呢是非常喜人的。那这一波上升的主升浪呢，现在已经出现了高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历史的高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左侧是我们没有参考的一个标准的。至于说它能涨到哪里，这个就要逐日的去分析。那么目前到了一个这个位置，那么有持仓的小伙伴可能会问，它到底会涨到什么位置？我如何去做止盈？或者说我还没有在车上，那我怎么样才能上车？那今天呢 Lucy 就用 Lucy 的模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那首先它的起涨点是比较清晰的，是在这一根上升三角形的形态里。那我们可以看到是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的阳线确认的，也就是1、2、3天，3天确认了这个涨势主升浪。那么目前为止呢，刚刚 Lucy 也说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是左侧最高点是725元01分，但是呢，它没有左侧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要用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模型里边的指标。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ACD。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MACD 的话是出现了一轮绿色的能量柱上行，在高位的话，现在是只是价格有上升，但是呢，速度已经放缓了，这是第一个参考。但这个位置放缓了，它不代表它会出现下跌，会沿着这个趋势再飘一段，所以直到指标线在这个位置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死叉。那么这不代表股价就会向下去跌，所以呢，有持仓的朋友，你可以先不用担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那 Lucy 去想象一下，如果这个 K 线会出现一个黄昏之星的组合，那大家是可以去参考先落袋一部分。那目前呢，我们看股价它没有出现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那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阴线向下走势，包括这个短期的线出现拐头的话，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的话，那大家可以先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落袋。那么目前是没有出现的，我们还是保持一个上行的趋势的话，现在是不用着急去结束掉的。那么如果说有想参与的朋友呢，还是要谨慎对待的。那么我们再用 OBV 指标来看一下它的走势。那这里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标记的这根上行三角形的过程中是在这个位置体现的，但实际上能量潮指标早在下方的这一根 K 线已经出现了一个金叉上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目前白线在黄线的一个上方，但是它呈现的角度呢有些偏大，有45度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伴随着出现这个白线拐头的情况的时候，有可能它就出现了 Lucy 刚刚说的一个顶分型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时候，那你就要注意股价的一个风险。那如果有回调的需求的话，有朋友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减仓。那么目前 Meta 是没有看到有卖出的信号的。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看 Meta 现在的金额到底会去到哪里。那我们用黄金分割来给大家去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在前一轮的上升的过程中选取一个低点和一个波段的高点来做一个黄金分割的线的预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 Meta 的走势是稳扎稳打的，在50%的这个位置593的时候，它是出现了支撑，强势支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这只股的走势是非常标准的。那么面临现在的股价是已经涨到了历史新高，那我们也可以对应的看左侧，它已经超过了161.8%的一个692的位置，所以目前 Lucy 预测它现在的位置，股价的位置应该是在200%左右。所以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我们的唯一的一个参考就是它如果出现了高点不再变高，然后出现一根阴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安全点去落袋。这个就是对 Meta 的股价的一个预测。周三呢将公布美国1月的 CPI 数据，预期呢同比是2.9%。若通胀预期反弹的话，可能会压制科技股的估值。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日听证会如果是表态偏鹰派的话，有可能引发获利盘的一个抛售。那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连锁反应，若欧盟成为下一个目标，依赖出口的科技硬件股，比如说像英特尔可能会承压，而本土软件和服务类的公司，比如 PLTR 或进一步受益。那总体来看的话，2025年的 AI 革命正从拼算力转向拼落地，软件巨头的时代已至。PLTR 的爆发 ，Meta 的创新高，微软的稳抓稳打，都印证了这一个逻辑。但别忘了，纳指逼近了2万点后，历史数据显示短期回调的风险呢就上升了。建议投资者盯紧了 CPI 的数据和鲍威尔的发言。若回调至19500点附近的话，或者会有低吸的机会的。那今天咱们的分析就到这儿，明天见。